歼十的最新改进型现身，疑似歼十 D 的照片引发了网络上的热议。这款战机也有可能是为海外客户专门定制的。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日，在互联网社交媒体上，一张模糊的歼十改进型的图片突然曝光，似乎揭开了歼十 D 的神秘面纱。而这款战机的改进与美国的 F-16D 的改进型有不少相同之处。歼十的这款改进型最明显的变化是在机背上方安装了一个大型的背鳍，这个背鳍里面可以装什么东西？这引发了大家的猜测。一般来讲，战斗机的背鳍里面可以装油、装设备。最新改版的歼十被网友们称为“肥龙”。为什么说是肥龙呢？因为从侧面看，确实歼十的外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从前面看变化不是很大，因为它总体的改进就在背鳍上。这个背鳍从前方你是看不到的，但是从侧面看变化可就相当大了。因为歼十的机背的曲线呢，过去是一个非常流线的 S 型，现在呢，这个 S 型的坑被填上了。歼十的这种最新改进型确实有它的特点，也有它特殊的考虑。网友曾经拿歼十的这款改进型和美国的 F-16D 的改进型做了一个对比，发现二者有很多共同之处，那就是在机背上增加的这个大背鳍。那么这么一改，会对飞机的性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首先，只要把机体扩大，就会带来阻力的增加，但是你要看它放在什么位置上。如果放在座舱的后面，那么这个阻力的增量是相当小的。我们过去曾经做过相关的试验和研究，发现战斗机后面这个背鳍啊，大一点、小一点，对飞行阻力的影响并不是那么很大。当然，把背鳍扩大了，它的浸润面积会提升，摩擦阻力会增加。但是从歼十战机原来的外形看，它的背部呢是一个优美的 X 型，现在把这个 X 型补齐了，那么就有可能会减小它的压差阻力。那么压差阻力减小了，而摩擦阻力增大了，里外里这么一算，总的零升阻力系数增加并不很多。而这呢，还指的是亚音速飞行状态。那么超音速飞行状态呢，大背鳍、小背鳍，总体来讲影响都不是很大。可以说，用这样的方法增大飞机的容积是有好处的，而带来的不利之处呢，相应来讲比较小。美国对 F-16战斗机的另外一个改动是在它的机背上方设置了2个保型副油箱。那么这个2个保型油箱啊，阻力相当大，这可比背鳍的扩展带来的阻力要明显的多。何况这2个保型油箱的油料用完之后，它不能像副油箱一样扔掉，阻力呢始终存在。F-16战斗机采用的是边条翼加后尾式的气动布局，那么边条翼是固定的，它产生的漩涡对飞机的影响可以预测。而歼十战斗机采用的是近距耦合压式气动布局，它的前翼是经常要偏转的。那么如果有了外界的干扰，恐怕这个影响就相对来讲比较大了，尤其是对飞机的超稳特性会带来某些不利的影响，甚至呢，整个控制率都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为此呢，不得不对它的飞控软件进行相应的调整。可以说，歼十增加一个大背鳍的改进带来的不利影响很小，而带来的好处很大。那么现在第二个问题是，歼十这么改有什么好处？如果是作为新增的油箱，那么歼十战斗机的航程、作战半径都可以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如果某些舱段装载电子对抗设备，也有助于提高它的综合作战性能。那么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会提出相关的改进要求吗？我个人看法不一定。那么歼十作为一款中型的3代或3代半战斗机，对于我们空军来讲足够了。因为除了歼十以外，我们还有歼16、歼20这2款重型的战斗机，它们的作战半径、航程都要比歼十大不少。因此3机配合作战对于我们来讲足够了。但是有些中小型国家，他们配备的最大的飞机也就是中型战斗机，因此他们对航程和作战半径的
提升可能有更多的需求，因此歼十的这次改进改型很可能是出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要求而做出的。这种改进难度不算太大，有可能是设计所设计的，甚至呢也有可能是直接由工厂自行改进的。这样的改款完全能够满足某些国家的需要。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